还不够老。郎红军与叶晨接触不多，对叶晨的行事风格以及光荣事迹缺乏了解，所以一时间听得有些疑惑，忍不住问他：叶先生，跟马斯克做生意和他年纪大小有关系吗？有啊，太有了。叶晨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我现在最喜欢跟老年人做生意，而且基本上做一单成一单。郎红军云里雾里，忍不住问：跟老年人做生意有什么优势吗？当然，叶晨笑道，老年人花钱大方，只要能满足他们的核心需求，多少钱他们都愿意出。年轻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的核心需求太多。马斯克本身就是明面上的顶尖富豪，一度身价排名世界第一，这种人本来就不缺钱，想从他手里买东西，单纯的拿钱砸是肯定砸不动的。当然，给出超高的溢价也肯定能让对方割爱，但那根本不是叶晨的风格。整体来说，叶晨的风格是喜欢以物易物，或者以物易现金，能用1、2颗丹药解决的事情就绝对不用现金。可是对马斯克这种正当壮年的企业家，单纯用丹药应该还不足以打动他。毕竟这个年纪的有钱人都年富力强，只要没得什么大病，比30几岁的人还要生龙活虎。30几岁的社畜对夫妻生活可能都已经有心无力了，而马斯克这种年富力强的中年富豪，不但在家有娇妻，出了门还有各种花边新闻，更有甚者，各种女人给他生的孩子都能塞满一辆校车。要说现在去找马斯克做生意，叶晨肯定占不到什么便宜。不过郎红军对照相侦察卫星的想法确实让叶晨感觉很有实用意义，于是他便问道：老哥，你说的那种照相侦察卫星平时是怎么工作的？郎红军道：照相侦察卫星在近地轨道工作，大概80多分钟就能绕地球1周，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不断对途径的区域进行拍照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精度要求的越高，拍摄的任务就越重。真想做到谷歌还有其他那些高精卫星地图的精度，单是图像采集就要很长时间，处理则需要更多时间。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卫星图片更新周期都比较长的原因。今年能在网上看到去年的卫星图片，时效性就已经算快的了，估计也就谷歌能做到这个时效性，大部分用的都是几年前的素材。叶晨问他，既然卫星一直在绕着地球转，那理论上是不是想让他拍哪里都可以？是，郎红军点头道，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因为地球是圆的，卫星拍摄的最佳角度是垂直俯拍，所以每一颗卫星能覆盖的范围有限，想做到全球拍摄，就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卫星，像毛线团那样把地球整个包裹起来，这样才能确保无论你想拍哪里，几十分钟内就会有一颗卫星从它上空经过。如果卫星数量少，那这个周期就会被拉长。叶晨问他，实现想拍任何地方都能在1天内完成，需要几颗卫星？技术成熟的话，4到5颗吧。郎红军道，现在美国成熟的民营企业中，大都具备这样的能力，几个比较领先的，甚至可以实现每天8次重访目标，就是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操控卫星实现1天途径目标点8次，每3个小时就能拍1次。叶晨问他，这样的公司大概值多少钱？能买下来吗？郎红军想了想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大概在30-40亿美金上下。说着，郎红军又道，不过这样的公司真买起来比较麻烦。美国的多数企业都是创始人从天使投资开始一点点融资做起来的，做到几十亿美元市值规模的时候，背后大小股东至少几十个，买下来并不容易，而且还牵扯到退市私有化的问题。这些公司虽然都是民营企业，但由于多少也掌握一些核心科技，美国政府也不会允许他们随便买卖。真要卖，买卖双方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才有可能。叶晨问他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给马斯克足够多的钱，要买他的 SpaceX， 他也不可能卖给我。郎红军点头道，不可能完全卖给您，因为他说了也不算。SpaceX 现在还没上市，但预估的市值已经1000多亿美金了。马斯克虽然是大股东，
但背后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资本关联，股东多的可能数都数不过来，所以他最多只能卖给您一定比例的股份，而且你买到股份大概率也只能当个股东，对公司的业务机密都没有决定权，而且这对美国政府来说，航天技术肯定更受重视。您想想办法买一个不起眼的遥感卫星公司还有可能，买 SpaceX 的难度应该是地狱级的。叶晨道，相比起来，买 SpaceX 对我的意义并不大，买一个你口中所说的遥感卫星公司才是最划算的。买下来之后，再投一笔钱进去，增加卫星的数量，要是能实现对每小时重访一次，就最好不过了。郎红军道，如果您能从美国找到一个合适的白手套，这件事还是可以实现的。这个白手套首先要100%可靠，其次得是美国人，而且一定得是白人，不能是少数族裔，更不能是移民。再次是他自身在美国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并且让国土安全部门对他100%放心。这样的话，就不会在收购公司的时候进行背调，只要政府不插手，背后的股东用钱就能解决。如果这家公司的正常估值在40亿美元，给60亿甚至80亿，应该就能让股东们妥协。公司买到白手套名下之后，数据直接同步给您，您有任何指向性的需求，就让白手套跟团队提需求，团队只需要照做就行。白手套叶晨想了想，自己认识的在美国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，一个是安家人，一个是费家人，还有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。安家、费家都是华人家族，尤其安家现在已经开始大举在华投资，肯定不适合出面做这种事。费家也多多少少会因为华裔的身份受到怀疑，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绝对不会了。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以及在美国政府的影响力，是任何人、任何家族都无法比拟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忽然豁然开朗，笑道，要说合适的白手套，我还真有个不错的人选。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去办这件事，应该还是很轻松的。